第一课，艺术鉴赏。视画作而定，参观美术馆听起来像是周末的完美活动。我完全同意。探索不同的艺术风格，既能激发灵感，又能发人深省。绝对可以，它使我们能够沉浸在不同的视角和解释中。艺术具有唤起情感和激发创造力的独特方式。确实如此。令人着迷的是，一幅画如何传达多种信息。每种笔触和颜色选择都有助于提高艺术品的整体影响力。看看艺术家如何使用各种技巧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很有趣。绝对可以。一些艺术家更喜欢写实的表现形式，而另一些艺术家则喜欢抽象形式。还有一些人尝试非常规材料和非常规方法。这就是艺术之美，没有界限或限制。艺术表达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和个性化解释。看看不同的人如何看待同一件艺术品，并与之建立联系，很有趣。艺术可以成为发起对话和激发对话的有力媒介。确实，它鼓励我们质疑、反思和探索新的视角。我觉得了解著名艺术品的历史背景和背景很有趣。了解文化和历史意义又增加了一层欣赏。绝对可以，它加深了我们的理解，使我们能够与艺术家的意图联系起来。参观美术馆还为支持当地艺术家及其作品提供了机会。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支持艺术家有助于促进创造力和文化多样性。此外，这是发现新兴人才和见证艺术演变的机会。美术馆经常组织特别展览和活动，进一步丰富体验。参加艺术家讲座和研讨会可以深入了解创作过程。直接听取艺术家的意见并了解他们的灵感总是令人鼓舞的。绝对可以，这就像一窥他们的艺术之旅一样。艺术也可以作为一种放松和缓解压力的形式。参与艺术使我们能够脱离日常生活，让自己沉浸在美中。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自己创作艺术时找到慰藉和灵感的原因。无论是绘画、雕刻还是任何其他形式，艺术都可以成为一种充实而具有治疗作用的活动。艺术确实具有以无数种方式改变和丰富我们的生活的力量。第二课，客户服务协助。如果您在购买时遇到任何问题，请务必立即联系客户服务，他们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个好建议，约翰。客户服务可以帮助我们并确保积极的购物体验。绝对可以，他们拥有解决我们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或疑虑的专业知识。
得知有一支专门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我们提供帮助，这令人欣慰。在联系客户服务时，提供有关该问题的所有必要详细信息会很有帮助。是的，他们掌握的信息越多，他们就越能理解问题并提供帮助。在解释问题时要清晰扼要，不要忘记提及您的订单或账号。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包括相关详细信息可以帮助他们快速找到您的信息。客户服务代表经过培训，可以处理各种情况，因此请随时寻求他们的指导。他们可以提供分布说明或提供其他解决方案来解决问题。在与客户服务沟通时，保持冷静和礼貌很重要。是的，保持尊重的语气有助于建立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如果问题复杂或需要进一步调查，他们可能会要求一些时间进行调查。在这种情况下，耐心是关键，给他们必要的时间表明理解与合作。许多公司提供多种联系客户服务的渠道，例如电话、电子邮件或在线聊天。选择您最满意或响应速度最快的频道。一些公司甚至拥有专用的客户支持应用程序或社交媒体账户，以更快地提供帮助。这很方便，它使我们能够以适合我们偏好的方式参与客户服务。与客户服务互动时，保留对话记录很重要。记笔记或保存电子邮件往来有助于将来参考或发生任何误解。如果与客户服务部门的初次联系无法解决问题，请随时将其上报给主管或经理。这是个好观点，约翰。更高级别的代表可能拥有额外的资源或权利来解决问题。请记住，客户服务可以为您提供帮助，他们希望确保您作为尊贵客户的满意度。确实如此，他们的目标是找到满足您需求并解决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如果您遇到任何问题，请随时联系客户服务并寻求他们的帮助。主动联系他们表明您重视作为客户的体验。当然，安娜，让我们记住在需要时将客户服务用作宝贵的资源。第3课，家居整理小贴士。我一直在努力更好地整理我的家，你有什么建议吗，安娜？当然，约翰。一个有效的技巧是整理和清理不再需要或使用的物品。这是有道理的。清理不必要的物品可以创造更多空间，并使整理变得更加容易。另一个有用的提示是为每件物品指定一个指定的位置，以避免混乱。因此，为所有物品指定一个特定的位置，可以更轻松地找到东西和维持秩序。没错，您可以使用标签或存储容器来保持物品井然有序且易于存取。我喜欢贴标签的想法，它增加了清晰度，
有助于快速识别每个容器的内容。利用垂直空间也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小型家庭存储空间的好方法。确实如此，安装架子或使用悬挂式收纳袋可以帮助腾出宝贵的占地面积。另一个技巧是制定清洁和组织时间表，以便随时掌握维护任务。因此，留出特定的时间进行清洁和整理，可以确保一切都井然有序。定期检查和重新评估您的物品，以防止不必要的积累也很重要。这是个好观点。定期评估你所拥有的东西，可以帮助维持一个井井有条的生活空间。投资带有内置存储空间的功能性家具，可以改变家居整理的游戏规则。具有双重用途的家具，例如带有隐藏式储物空间的脚凳，可能非常有用。在组织时，从一个区域开始会很有帮助，而不是试图同时处理所有问题。将任务分解成更小、可管理的部分，可以减少整个过程的压力。您还可以让您的家庭成员参与进来，为每个人分配特定的任务。让所有人参与可以增强责任感，并使之成为团队的共同努力。另一个提示是使用数字工具和应用程序来组织文档和重要信息。这是个好主意。数字化可以节省物理空间，并使信息易于访问。最后，从长远来看，保持每天整理的习惯，即使是几分钟，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每天花几分钟时间进行整理，有助于防止杂物堆积。当然，约翰，在家庭整理方面，一致性是关键。感谢您分享这些宝贵的技巧，安娜。我很高兴能开始实施它们。第4课，当地餐厅推荐。是的，拐角处有一家很棒的当地餐厅，他们提供美味的食物。这听起来很有趣，约翰。他们擅长什么样的美食？这是一家舒适的意大利餐厅，供应各种各样的意大利面和美味的披萨。我是意大利美食的粉丝。他们有你推荐的精美菜肴吗？他们自制的千层面是必尝的，它丰富、美味、入口即化。我喜欢千层面。当我去餐厅时，我一定会把它添加到我的清单中。他们还有很棒的提拉米苏作为甜点，这是结束用餐的完美方式。提拉米苏是我最喜欢的甜点之一，我等不及要沉迷于他们的版本了。餐厅气氛温馨宜人，是享用舒适晚餐的好地方。听起来很可爱。是否需要预约，还是通常能找到一张桌子？建议进行预订，尤其是在高峰时段，以确保座位安全。很高兴知道，我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预订一张桌子供我参观。餐厅的工作人员友好而细心，提供优质的服务。
优质的服务总能增强用餐体验，它增加了整体乐趣。考虑到菜肴的质量和分量，价格也很合理。这是一个加分项，找到一家物有所值的餐厅总是件好事。餐厅还提供各种精选葡萄酒，以补充您的餐点。我很欣赏一款不错的葡萄酒搭配，它为用餐体验增添了另一层乐趣。还有一件事，他们偶尔会有现场音乐表演，这增加了氛围。现场音乐营造出美妙的氛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用餐场所。总的来说，这是一颗深受当地人喜爱的隐藏宝石，我相信你也会喜欢的。感谢你分享这个建议，约翰。我等不及要尝试这家当地餐厅了。不客气，安娜，我敢肯定，你将在那里获得难忘的用餐体验。第5课：日出和早晨的例行程序。日出永远是一个值得一看的美丽景象，它激发了我未来一天的活力。我同意，约翰。目睹日出可能是开始新的一天的一种宁静而鼓舞人心的方式。说到早晨，你有任何早上的例行活动可以帮助你开启新的一天吗？当然，约翰。我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一醒来就喝一杯水。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补水，是为身体补充水分的好方法。我还喜欢做一些轻微的伸展运动或瑜伽，以唤醒我的肌肉并增强灵活性。伸展运动是让血液流动，让身体为一天做好准备的绝佳方式。我发现花点时间做深呼吸练习有助于平静我的思想并增加注意力。深呼吸练习绝对有助于为一天树立积极而专注的心态。我早上例行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吃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吃一顿均衡的早餐可以提供正确开始新的一天所需的能量和营养。我尽量在早餐中加入水果、全谷物和蛋白质，以获得一顿丰盛的饭菜。这听起来像是早上为身体补充能量的一种健康而有营养的方式。我还特别要查看我的待办事项清单，并确定未来一天的任务的优先顺序。计划和组织任务可以帮助您全天保持专注和提高工作效率。是的，制定明确的计划有助于我保持正轨并实现目标。你发现为当天设定目标或意图可以帮助你保持动力吗？当然，约翰。设定小目标或意图可以帮助我保持动力，给我一种目标感。这是个好方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拥有目标感和方向感很重要。最后，我尽量花几分钟表达感激之情，反思自己感激的事情。练习感恩是培养积极心态并以感激之情开始新的一天的绝佳方式。我完全同意，约翰。表达感激之情为当天余下的时间定下了积极的基调。我会记住这一点，并尝试将早上的一些例行活动融入我自己的日常活动中。
太棒了，约翰。我相信他们会帮助你以积极的态度开始新的一天。安娜，感谢你分享早上的例行小贴士，我很高兴能尝试一下。第6课，预订和取消政策。预订酒店房间时，务必了解他们的取消政策。当然，约翰，一些酒店有严格的取消政策，尤其是在高峰时段。确实如此。如果您在入住日期前几天取消预订，则可能需要支付全额费用。如果您必须在最后一刻取消，可能会非常昂贵。我总是在预订前仔细检查取消政策。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最好事先告知，以免出现意外。如果有紧急情况，我必须在短时间内取消怎么办？我还会被收费吗？这取决于酒店的政策。在紧急情况下，一些酒店可能会免除取消费用。很高兴知道，如果出现意外情况，有一定的灵活性是令人放心的。如果您对酒店的取消政策有任何疑虑或疑问，最好直接联系酒店。我会记住的，最好直接向酒店工作人员澄清任何疑问。此外，一些酒店提供灵活的预订选项，可在入住日期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免费取消。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您的旅行计划不确定或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但是，请务必注意，在旅游旺季或热门活动期间，这些灵活的选项可能不可用。我明白了，在繁忙时期，提前计划并尽早确保预订至关重要。另一个建议是考虑通过提供灵活取消政策的旅游网站进行预订。这是一个有用的建议，它为您提供了更多选择，并降低了取消费用的风险。还值得一看的是，酒店是否为不可退款的预订提供任何折扣或特惠价格。如果你确定自己的旅行计划并想省点钱，那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在选择不可退款的预订时要谨慎，因为您将无法取消或获得退款。我明白，不可退款的预订可能是省钱的好方法，但您需要确定自己的计划。没错，在做出决定之前，权衡利弊总是明智的。感谢您分享这些宝贵的技巧，约翰。请务必了解预订和取消政策。不客气，安娜，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请记住，消息灵通可以带来更顺畅的旅行体验。在以后的预订中，我一定会记住这一点。这一切都是为了做出明智的选择。当然，安娜，祝您旅途愉快，愿您未来的预订无忧。第7课，面具礼节。外出旅行时永远不要忘记佩戴口罩，这一点至关重要。当然，约翰，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总是随身携带口罩。
这是一种负责任的习惯，戴口罩有助于保护自己和他人。遵守口罩礼节并正确佩戴口罩至关重要，同时遮住鼻子和嘴巴。事实上，错误的佩戴口罩违背了其目的，它应该完全遮住你的脸。我注意到有些人把口罩戴在鼻子下面，提醒他们正确使用是很重要的。你说的对，安娜。礼貌地提醒他人正确使用口罩有助于创造更安全的环境。如果有人忘记了口罩，如果你有额外的口罩，可以考虑为他们提供一个备用口罩。这是一种友善的手势，我们应该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保持保护。另一方面，如果你忘记戴口罩，最好避开拥挤的地方或考虑购买一次性口罩。当然，安娜，做好准备并制定备份计划总是更好的。我还看到有人戴着带阀门的口罩。值得注意的是，带阀门的口罩在防止病毒传播方面效果不佳。这是个好观点，建议使用不带阀门的口罩以获得更好的保护。定期清洗可重复使用的口罩以保持清洁和有效性也很重要。定期清洗可确保口罩保持卫生，并有助于防止细菌积聚。我发现不用时用一个小袋子或袋子来存放口罩会很有帮助。这是个好主意，安娜。它可以保持口罩清洁，在需要时易于使用。此外，在触摸口罩之前和之后对双手进行消毒非常重要。适当的手部卫生对于防止细菌传播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使用口罩时。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口罩不能代替社交距离，我们仍然应该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当然，安娜，佩戴口罩应与其他预防措施相结合，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效果。谢谢你讨论口罩礼节，约翰。重要的是，我们都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保持安全。不客气，安娜。注意安全，请记住，佩戴口罩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的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第8课，网红营销。你考虑过网红营销吗？它可以极大地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当然，约翰，网红营销已成为当今数字时代的强大工具。有影响力的人拥有忠实的追随者，可以有效地向受众推广产品或服务。确实如此。与有影响力的人合作时，品牌能够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和信誉。选择价值观与品牌和目标受众一致的影响者很重要。当然，真实性和相关性是影响者成功合作的关键因素。研究和审查潜在的影响者可以帮助确保品牌的信息与之完全吻合。与微型影响者互动也可能是有益的，因为他们通常拥有高度参与的利基受众。
微型影响者可以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方法，并提高受众参与度。另外，他们通常与关注者有更多的个人联系，这可以带来更好的转化率。在与有影响力的人合作时，建立明确的目标和期望至关重要。设定可衡量的目标有助于跟踪网红营销活动的有效性。而且，别忘了监控合作的绩效和影响，以做出数据驱动的决策。与有影响力的人建立长期关系，对于持续的品牌推广也很有价值。保持开放的沟通，并为有影响力的人提供支持，可以促进积极的伙伴关系。提供独特的折扣码或会员计划可以激励有影响力的人并推动销售。与有影响力的人合作还可以为品牌生成用户生成的内容和社交证明。用户生成的内容增加了真实性，并鼓励其他人与该品牌互动。遵守广告法规并确保赞助内容的透明度至关重要。披露合作伙伴关系和赞助内容可以建立与受众的信任，并避免法律问题。总体而言，网红营销可以成为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参与度的有力策略。绝对可以。这是一个充满活力且不断发展的领域，可以为品牌带来出色的业绩。安娜，感谢你和我讨论网红营销，这是一条令人兴奋的探索途径。不客气，约翰。很高兴与您讨论这个话题。让我们继续学习和适应新的营销趋势。当然，安娜，持续学习和适应是在不断变化的数字环境中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第9课，为口味增添趣味。它们增添了神奇的味道。我喜欢在烹饪中使用香料。它们可以真正提升菜肴的品质，使其更美味。绝对可以。香料有能力将普通食材转化为非凡的饭菜。你在烹饪中最常使用哪种香料？我使用各种香料，但我最喜欢的是小茴香、辣椒粉和姜黄。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小茴香增添了温暖而朴实的味道，而辣椒粉则带来了一丝烟熏味。姜黄不仅增添了鲜艳的黄色，而且还具有许多健康益处。这是真的。姜黄含有姜黄素，姜黄素以其抗炎特性而闻名。令人着迷的是，香料不仅能增强口感，还能带来潜在的健康益处。绝对可以，这就像在膳食中添加一定剂量的美味一样。我也喜欢在烘焙时使用肉桂和肉豆蔻，它们带来舒适而舒适的香气。用肉桂和肉豆蔻烘焙是制作温暖诱人的零食的完美之选。是的，就像甜点般的拥抱。我完全同意，香料能够唤起情感，创造令人难忘的烹饪体验。
尝试不同的香料组合可能会令人兴奋，这就像踏上了一场口味冒险之旅。我完全同意。尝试新的香料混合物可以开辟一个充满口味和可能性的全新世界。探索世界各地不同美食中使用的香料也很有趣。绝对可以。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香料混合物，这些香料为其传统菜肴做出了贡献。通过加入不同的香料，我们可以拓宽我们的烹饪视野，欣赏全球风味。这就像在不离开厨房的情况下踏上烹饪之旅一样。没错，香料有能力通过其诱人的香气和味道将我们带到不同的地方。谢谢你分享你对香料的热爱，安娜。听到他们如何增强您的烹饪效果，真是令人鼓舞。不客气，约翰。很高兴和你讨论香料，让我们继续探索和尝试口味。当然，安娜，让我们继续为事情增添趣味，创造美味的烹饪杰作。第10课，个性化披萨。意大利辣香肠，我喜欢经典的意大利辣香肠披萨。当然，这是一个受欢迎的选择。但是你知道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披萨进行个性化设置吗？真的吗？听起来很有趣。我们如何对它们进行个性化设置？我们可以从各种浇头中进行选择，例如不同的奶酪、蔬菜，甚至是独特的肉类。太令人兴奋了！我一直想尝试不同的组合。你最喜欢的披萨配料是什么？我喜欢将新鲜的马苏里拉奶酪、圣女果、罗勒和细雨的香醋又混合在一起。听起来很好吃。我喜欢在披萨里加一些蘑菇、甜椒和橄榄。有各种各样的浇头来满足每个人的喜好，真是太好了。这就是个性化披萨的美妙之处。绝对可以，它使我们能够发挥创造力并满足我们的个人味蕾。此外，个性化披萨可以成为聚会或家庭之夜的有趣活动。我可以想象每个人都聚集在一起，选择自己喜欢的浇头，一起享受这个过程。没错，它为用餐体验增添了互动元素。说到酱汁，你更喜欢传统的马里纳拉，还是喜欢尝试不同的选择？我喜欢尝试不同的酱汁，有时候我会用香蒜酱甚至烧烤酱作为基料。这很有趣。我通常会坚持使用 marinara， 但我愿意尝试新的口味。这就是精神，这一切都是为了探索不同的组合，发现新的最爱。我同意，这就像在我们自己的厨房里进行一次烹饪冒险。绝对可以。最棒的是，我们也可以对外壳进行个性化设置，薄、厚，甚至塞满。地壳至关重要，它可以成败披萨。我通常会选择薄而脆的外壳。
我喜欢稍厚一点的外壳，里面很软，外面是金黄的脆皮。令人着迷的是，外壳如何为披萨的吃体验增添一个全新的维度。的确，它是将所有口味融合在一起的基础。谢谢你启发我如何个性化披萨，安娜，我等不及要试一试了。不客气，约翰。尽情探索不同的配料，享受您的个性化披萨。我会的，安娜。让我们继续拥抱我们的烹饪创意，一起制作美味的披萨。第11课：神秘读书俱乐部。我也喜欢阅读奥秘。太棒了！奥秘总是让我坐在座位的边缘。他们有办法吸引读者，让他们一直猜测到最后。绝对可以。解开线索并试图解开谜团的快感非常令人兴奋。这就像在没有离开自己舒适的家的情况下开始冒险一样。我完全同意。一部优秀的神秘小说的力量确实非同寻常。你最近读过任何值得注意的奥秘吗？是的，我最近读完了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名为《沉默的证人》。它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转折。这听起来很有趣，我一定会把它添加到我的阅读清单中。我们应该开个读书俱乐部，讨论我们最喜欢的神秘小说。这真是个好主意。如果能更深入地研究这些故事并交流想法，那就太好了。我们可以分享推荐并一起发现新的作者。算我进去，我很高兴和你一起探索神秘世界。太棒了！让我们设定一个例行会议时间，并选择我们的第一本书。我们每2周见一次怎么样？这应该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和讨论。听起来很完美。现在，对于我们的第一本书，吉利安·弗林的《消失的女孩》怎么样？我听说过关于那本书的好消息，它在我的阅读清单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绝佳的选择！这是一部心理惊悚片，它将使我们从头到尾都参与其中。我等不及要潜入其中。让我们开始读书俱乐部，一起揭开神秘面纱。同意。对于我们俩来说，这个读书俱乐部将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旅程。谢谢你的建议，安娜。我很期待我们的讨论。不客气，约翰。这将是一次很棒的体验。祝您阅读愉快。同样，安娜。让我们迷失在神秘的世界中，享受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冒险之旅。第12课：合同权利。明白了，我将添加一个详细章节来介绍合同中的这些权利。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制定明确而全面的条款以保护所有相关人员很重要。绝对可以。合同旨在确立权利和责任，确保公平顺畅的合作。确切地说，通
通过加入具体条款，您可以解决潜在问题并避免误解。合同中应涵盖哪些关键权利？首先，应明确界定知识产权，以保护任何原创作品或发明。这是有道理的。确定谁将拥有项目期间创建的知识产权至关重要。此外，应解决保密权问题，以保护各方之间共享的敏感信息。我同意，保密条款对于维护信任和保护专有信息至关重要。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付款和补偿权。概述付款条款和任何额外费用至关重要。绝对可以。双方需要明确付款的方式和时间，以避免任何争议。而且，我们不要忘记终止权。重要的是要确定任何一方可以终止合同的条件。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如有必要，制定明确的终止条款可以帮助双方退出协议。最后，应包括争议解决权，以概述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分歧的程序。好主意，加入争议解决条款可以帮助各方在不诉诸昂贵诉讼的情况下找到解决方案。总体而言，一份精心起草的具有全面权利的合同可以为成功的伙伴关系提供坚实的基础。我完全同意，它设定了期望，保护了所有相关方的利益。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以确保合同涵盖所有必要的权利始终是个好主意。绝对可以。法律咨询可以帮助确保合同在法律上合理，并根据您的特定需求量身定制。约翰，感谢你主动解决这些权利，它表明了您对公平透明合作的承诺。不客气，安娜。我相信明确的合同和保护每个人的权利的重要性。让我们继续合作以完成它。第13课，寻求专家建议。我会的，如果我确实需要帮助，我会寻求一些专家的建议。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寻求专家建议可以节省您的时间，并帮助您做出更明智的决定。绝对可以。有时，获得外部视角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和指导。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何时需要帮助，并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寻求帮助。我曾经犹豫不决，以为我应该自己解决所有问题。但我了解到，寻求建议是力量的标志，而不是软弱的标志。这是一种很好的心态。专家拥有专业知识，可以提供我们可能没有考虑过的解决方案。没错，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复杂的情况，避免代价高昂的错误。在寻求专家建议时，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找到声誉良好的专业人员。同意，我们应该寻找在各自领域具有经验和成功记录的专业人士。此外，
准备需要指导的具体问题或领域也很有帮助，以充分利用专家的时间。这是个好观点。明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可以提供更有针对性和更有价值的建议。请记住，专家是来协助的，而不是为我们做决定。在选择最佳行动方针方面，我们仍然拥有最终决定权。绝对可以。他们的建议旨在使我们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如果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和学习意愿寻求专家建议，我们就能获得宝贵的见解并成长。我完全同意。向专家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改进和实现目标。因此，约翰，当你需要帮助时，不要犹豫，伸出援手。专家将在您的旅程中为您提供支持。谢谢你，安娜，感谢你的鼓励。我记得在必要时征求专家的意见。第14课，分享传统，并渴望与我分享他们的传统。太棒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好吧，我向他们提到，我有兴趣了解不同的文化，他们很高兴向我介绍他们的传统。太棒了！这是深入了解他们的遗产并加深与他们联系的好方法。绝对可以。我相信，理解和欣赏不同的传统可以促进相互尊重并加强关系。我完全同意。通过分享和拥抱我们的差异，我们才能真正庆祝多样性。他们邀请我参加他们即将到来的音乐节，在那里他们将展示传统音乐、舞蹈和美食。听起来不可思议。亲身体验他们的节日将使您一窥他们的习俗和庆祝活动。我真的很期待。他们还提到，他们将穿着传统服装，也很乐意借给我一些衣服。这是一个可爱的手势。穿着传统服装可以让你完全沉浸在节日气氛中。我也很高兴能学习一些传统舞蹈。他们主动提出要在音乐节期间教我几个步骤。这是拥抱他们的文化并尝试新事物的绝佳机会。我敢肯定，学习舞蹈你会玩得很开心。我很幸运有机会亲身了解他们的传统并参与他们的庆祝活动。这确实是一种特别的经历，安娜。通过积极参与和表现出兴趣，你正在与他们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当然，约翰，我相信，通过拥抱和尊重彼此的传统，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和谐的世界。说得好，安娜。通过这些文化交流，我们可以弥合差距，培养团结感。我很感激有机会学习和分享他们的传统。这是一次丰富的经历，我会很珍惜的。享受其中的每一刻，安娜。你的开放和渴望了解他们的传统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第15课，处理航班取消。再来一次飞行。
对不起，我们的航班取消了，你能帮我们吗？当然，让我检查一下状态，看看有哪些选项可以重新预定。谢谢你，安娜。这种意想不到的变化使我们的旅行计划陷入困境。我理解这种挫败感，保持冷静并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很重要。绝对可以。我们需要积极主动，探索其他选择来到达目的地。我看明天早上还有另一班航班，那适合我们俩吗？是的，那行得通。让我们开始为明天的航班预订机票。我会尽我所能为我们确保座位。有时，由于取消，可用性可能会受到限制。我很感激你的帮助，安娜。有知识渊博的人来帮助我们应对这种情况，令人放心。我很高兴，约翰。尽管有不便之处，我来这里是为了确保您获得顺畅的旅行体验。还有什么需要考虑的，或者我们应该采取的任何其他措施吗？向航空公司询问他们因取消而可以提供的任何补偿或援助始终是个好主意。这是个好观点，我一定会联系他们询问这个问题。此外，记录与取消相关的任何文件也很重要，例如登机牌或电子邮件。我会记下来的。如果我们需要提供证据或稍后提出索赔，记录所有内容将对我们有所帮助。太棒了！如果您在此过程中还有其他问题或需要帮助，请随时提出。谢谢你，安娜。您的支持和指导非常宝贵。我很高兴你站在我们这边。我很高兴，约翰。我来这里是为了确保你获得积极的旅行体验，尽管一路上遇到了麻烦。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安娜。我们期待着最终到达目的地。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明天的航班将带你上路，很快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再次感谢你，安娜。您的专业精神和协助为我们带来了重大影响。第16课，微型房子里的咖啡机。我有个好主意，我在微型房子里看到一台咖啡机，这将是我们的娃娃屋系列的完美之选。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补充。一台小型咖啡机将为我们的微型世界增添逼真的触感。没错，想象一下，我们可以为娃娃屋的居民提供几杯小杯咖啡，它将使场景变为现实。我喜欢对细节的关注。如此小巧的物体如何增强微缩模型的整体魅力，真是太神奇了。这一切都是为了营造一种真实感，捕捉日常生活的本质，即使是在微型环境中也是如此。我同意，正是这些小小的触摸使娃娃屋的世界更加相关和身临其境。我们可以将咖啡机以及炉子和冰箱等其他迷你电器放在厨房区域。
这将成为我们娃娃屋里一个舒适而温馨的角落。我已经可以在脑海里想象出来了。我们甚至可以创建一个迷你咖啡厅场景，里面有小桌子、椅子和微型糕点陈列。哦，这是个好主意。对于我们的娃娃屋居民来说，这将是一个迷人的聚会和享用咖啡的地方。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带有各种咖啡选项的微型菜单板，它会像一个真正的咖啡馆，但会是微型的。光是想起来我就很兴奋。我们可以使用微型配件，如马克杯、咖啡豆，甚至是收银机。可能性是无限的，我们可以尽情发挥我们的创造力，让我们的微型咖啡店变为现实。最棒的是，我们可以随时进行切换。我们可以重新布置家具并创建新场景。这就是娃娃屋的美丽，它们使我们能够不断探索和创造不同的迷你世界。这是一个很棒的爱好，它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和对细节的关注。另外，这是放松身心的绝佳方式。绝对可以，这是一项舒缓而充实的活动，它使我们得以逃离到微缩模型的世界。我等不及要开始在我们的娃娃屋咖啡店工作了，这将是我们系列的精美补充。我也很期待，安娜，让我们收集所需的所有材料，让我们的微型咖啡店焕然一新。同意，这将是一个有趣而富有创造力的项目。我已经可以想象完成后我们脸上的笑容了。我完全同意，安娜。我们的娃娃屋居民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咖啡厅里尽情享受。第17课，探索新社区。你好，你有机会探索我们的新社区吗？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可供探索。是的，我一直在该地区散步，这里非常迷人，有独特的商店和美丽的公园。很高兴听到，我很高兴能一起探索。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我们从当地的公园开始怎么样？我听说这里有漂亮的步行道和一个小湖。好主意，这将是享受大自然同时锻炼身体的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当然，另外，我们可以见到一些新邻居，他们也可能会利用这个公园。这是个好观点。与邻居保持联系将帮助我们在社区中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公园结束后，我们可以去附近的咖啡店看看。我听说他们供应美味的糕点。听起来像个计划。如果没有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喝咖啡和零食，那么探索这个街区就不算完整。这是支持当地企业和品尝社区风味的绝佳机会。绝对可以，让自己沉浸在当地文化中并接受独特的产品非常重要。我还注意到拐角处有一家书店，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读书爱好者来说，可能值得一游。我完全同意，书店有办法将我们带到不同的世界并扩展我们的知识。
谁知道，我们可能会偶然发现一颗隐藏的宝石或一个读书俱乐部，在那里我们可以与其他读书爱好者见面。那太棒了！在社区内建立联系和友谊是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事情。说到人脉关系，我在附近看到了一个社区中心，他们经常组织活动和研讨会，我们应该查看他们的日程安排。这是个绝妙的主意。参与社区活动将有助于我们结识志趣相投的人。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归属感和建立牢固的社区纽带。绝对可以。我们的新社区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我们有责任利用这些机会。我很高兴能潜入并探索这个社区为我们准备的一切。我也是，安娜。让我们充分利用在这里的时间，在我们的新社区中创造持久的回忆。我们将一起发现隐藏的宝石，结识优秀的人，让这个社区有家的感觉。我说的再好不过了。这是我们新社区的新起点和无尽的冒险之旅。